陈肇中说出的这一席话，在强仔听来宛如诀别。对他而言，陈肇中在过去的10几年里，完全扮演了一个父亲的角色，也是他心中唯一的亲人，所以眼见陈肇中被抓，他心里无比悲伤。但陈肇中却不愿让他过于沉浸其中。警察陆明原本还想给他留点时间与强仔道别，但陈肇中自己却拎起行李箱，开口道：警官，我们走吧。陆明叹了口气，开口道：行，走吧。陈肇中问他：还用上铐子吗？不用。陆明摆了摆手道：你只是涉嫌非法滞留，也不算重罪，我们把你带回去，会先进行初步调查，然后做一做笔录，接着移民局的专员就会过来联合调查。如果确定你非法滞留的事情属实，我们就会启动遣返程序，到时候会有专人送你上飞机。陈肇中点了点头，非常礼貌地微微鞠了一躬，道：给诸位添麻烦了。陆明听他这么说，一下子也有些尴尬，咳嗽2声，大有深意地说道：可。对了，我得跟你说一下，你的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警方主导的，是移民局主导的。估计是那边有人接到了关于你非法滞留的举报，所以反馈到我们这里，让我们协助拘捕。说着，陆明还故意骂骂咧咧地说道：他妈的，也不知道是谁这么无聊，唐人街里选择非法滞留或者非法偷渡黑在美国的人多了，这么多都没有人举报，偏偏你被人举报了。陆明的言下之意是提点陈肇中以及强仔，这件事情是有人在背后作祟。陈肇中自然也是心知肚明，但他对这件事情早已经看淡看开，所以也只是微微笑道：毕竟是我自己违法在先，别人举报我也是合情合理。陆明没想到陈肇中的心态竟然这么平和，无奈道：行吧，我看过你的资料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既然你已经弄清楚了里面的利害关系，那我就不在这里多废话了。说罢，他故意看了强仔一眼，开口道：关于拘捕、调查以及确定遣返的整个流程全部走下来，一般要5到7天，不过你的情况明显比较特殊，所以移民局要求在3天内结案。不过呢，我老大最近被迫提前退休了，搞得我的心情也不太好，所以我打算磨洋工，估计还能再延后2、3天，你们心里有个数，要是有什么其他能耐，就别藏着掖着了，抓紧时间想办法。陆明看过陈肇中的资料，知道他回到港岛肯定会有生命危险，而且他也知道陈肇中与顾秋怡的父亲是世交，如果这件事顾秋怡的家人能帮忙的话，那或许还能救他一命，所以他才故意提点2人，甚至表明自己会尽量帮忙拖延陈肇中遣返的时间。陈肇中也听出了陆明话里的意思，他看向强仔，认真道：阿强，千万不要联系任何人，我不想再欠谁的人情了，明白吗？我明白了钟叔。强仔哭着点了点头，可心里却已经有了自己的计较。他觉得无论如何都要通知顾小姐，眼下能救钟叔的恐怕只有他。陈肇中这时候冲强仔微微一笑，转身跟陆明走了出去。强仔从店里追出来，眼看着陈肇中被带上了其中一辆警车，随后整个车队闪着刺眼的警灯离开了唐人街。等车队消失在视线中，强仔立刻返回店里，想给顾秋怡打个电话，可是他这时候才忽然想起自己并没有顾秋怡的联系方式。顾秋怡毕竟是大明星，而且每次来都是钟叔的贵客，所以强仔每次都是安安静静地跟在钟叔身边工作，几乎很少与顾秋怡有什么交流。他知道眼下唯有顾秋怡才能救钟叔，可是没办法联系上顾秋怡，还是让他急得团团转。想到今天顾秋怡的演唱会正式开场，
他便连忙摘掉围裙，对店内的食客说道：我有点事，大家请自便，麻烦最后走的帮我关一下门，谢谢了。说完，他便赶忙出了店门，拦了一辆出租，前往演出现场。他也不知道自己去演出现场有没有机会见到顾秋怡，但是眼下他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。与此同时，安家人在自家保镖以及费可欣、袁子虚的护送下，安全抵达了安邦大厦。费可欣送安家人进了大厦之后，便对安老爷子说道：安老先生，我就送您诸位到这儿，如果最近诸位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请随时跟我联系。安老爷子点了点头，感激地说道：谢谢你费小姐。费可欣忙道：您别客气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安老爷子这时又道：对了费小姐，我刚才在车上的时候已经联系了我的一位私人助理，他和他的团队现在已经从洛杉矶赶过来了，辛苦你把那具尸体以及他的个人物品保存好，我的人到了之后会跟你联系。没问题，费可欣不假思索地说道，等他到了纽约，让他直接联系我就可以。好，安老爷子微微点头道，那我们就先上去了。此时电梯大厅的门口已经摆好了安检设备，安凯峰对父母以及其他家人说道，为了防止意外，我们所有人都要做一个全面的安全检查之后再上楼。我刚才已经让人排查过电梯了，确认没有异常，不过大家还是谨慎一些，通过安检之后两两进入电梯，分批上楼。安凯峰的谨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反对，大家都很清楚，这种时候安全是最重要的。于是老爷子和老太太便先一步通过安检，然后乘坐电梯上楼。安重秋和他的太太紧随其后，一直到所有人都顺利通过安检上楼之后，费可欣这才松了口气，没多逗留，转身带人离开了安邦大厦。而安老爷子带领众人抵达顶层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关闭安邦大厦顶层的物理隔断。好在这一层的物资储备非常充足，安家人在这里生活几个月也不成问题。关闭隔断之后，安老爷子将3个儿子和1个女儿叫到了会议室，众人坐下之后，他便率先开口道，接下来的7天里，我们所有人都不要离开这里，先静观事态发展，如果危险暂时解除，大家再分批离开。说罢他又道，另外今晚的事情你们也看得出来，对方的目的不是图财，而是要将整个安家灭门，所以从大家离开这里开始，安家所有人不得在安家范围之外的任何地方齐聚，同时要将我们在安保方面的投入翻倍，任何时候都要确保有充足的安保人员以及足够的安保手段。安重秋开口道，爸，我建议以后我们的安保工作不要再依赖少量的武道高手，而是应该像总统那样搭建一个完整的、全面的、强大的安保体系，要将安保人员组成多个独立运作的安保系统，确保多个系统由近及远，由内到外层层交叉覆盖，并且做好足够冗余，哪怕其中一个系统瘫痪，其他系统依旧能够照常工作。没错，安老爷子点了点头，认真道，重秋，你的心思细腻，这件事就由你来负责，从现在起，安全就是安家的首要需求，在安全方面，哪怕投入再多的钱都在所不惜。